不得不说，当代年轻人可太有才了，为了省钱，总能脑洞大开 get 到新方法。就比如买垃圾桶就搜化工桶，买抽纸就搜散装抽纸批发，买马克杯就搜微侠马克杯，买卫生间地垫就搜微侠地毯，买家用手套就搜医用丁腈手套。其实很多生活日用品只要换个名字买，不仅价格跌破底价，关键还嘎嘎好用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抠搜省钱的购物指南方法，小伙伴们照着学就对了。同样的东西，至少能帮你省一半的钱。1. 保鲜收纳袋，家里的肉类还是果蔬，想要保鲜存储，必然少不了食品收纳袋。如果你直接搜密封保鲜收纳袋，几十支装的也要20-30块，价格不便宜。但如果你换成生物样品袋，那可就太划算了，100支的不到8块钱，随便用也不心疼。这种密封袋本来是实验室用来送装样品检测的，不仅厚实耐用，密封性也嘎嘎好。平时可以直接拿来分装一些水果和冷冻食品，放冰箱里还能防止串味。2. 水杯，咱们平时不管是喝水、喝茶还是喝咖啡，必然离不开水杯。但你在网上搜水杯，样子普普通通的也要30-40块，价格虽不算贵，但也不实惠。其实没必要花那冤枉钱，咱们可以把水杯直接换成玻璃烧杯，那价格可太香了，1000毫升的才11块，巨便宜。高纯度硼砂和石英砂制作，比食品级标准材料还高，而且它还耐热耐高温，平时用它在微波炉或是电磁炉热牛奶、热茶水都超级方便。我家买来后，老婆每天都不离手，它上面有刻度，可以满足她每天定量喝水的需求。3. 伤口防水贴，如果身体上有伤口或是术后想洗澡的话，就要用到防水贴。大部分人都会去网上下单，这玩意在药店买，几片装的都要10几块，价格死贵。但如果你换成 PU 防水敷料，价格便宜到无法想象，足足5米长的才8块，用到天荒地老也不心疼。这种医用胶带 PU 膜甚至比单片的创口贴还好用，不仅防水效果杠低，而且就算贴一整天也不会有痕迹。关键它还可以根据伤口大小拆切适合的尺寸，身体有小伤口不方便碰水，洗澡前就贴上这玩意，简直不要太好用。4. 毛毯，家用毛毯，这玩意不管你是去商场买还是网上购物，但凡是稍微看上眼的，少说也得180块，价格不是很友好。如果不想当冤大头，咱们可以直接搜叠10条毛毯，上百种款式面料任你挑选，价格还很美丽。我家前几天买的这1.2米乘2米的尺寸才花了35块，虽然珊瑚绒面料，但根本不掉毛，品质和手感真的不输大牌。这么和你说吧，叠石桥能在南通发展成国际家纺城，凭借的就是质优价美和信誉口碑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江苏南通也是4件套的源头供货地，买家纺产品性价比超高。5. 食品收纳罐，前段时间老婆心血来潮买了一堆五谷杂粮，让我买点食品收纳罐，方便分装储存。网上一搜价格，3支装的也要40-50块，咬牙买了6个，花了100多。后来无意间上网看到人家都用食品级啤酒袋当做收纳袋用，一个还不到2块钱，巨便宜巨方便，不仅防潮防虫，还不占地方，收纳各种米和杂粮，装没喝完的扎啤也好用，关键它还有提手，密封性也好，真的是挖到宝了。6. 湿巾，之前家里用的湿巾都是去楼下便利店买，80片装的也要10几20块。结果上个星期去同事家聚餐，看到人家用的是桶装巨无霸湿巾，500抽一桶装，价格才20出头，真的是超实惠。关键它还有杀毒除菌功效，酒精浓度高达75%，用着一点不比普通湿巾差。这种桶装湿巾是抽取式的，单手就可以操作，随抽随擦，平时擦手机、擦桌子，甚至可以拿来擦鞋子，一点也不心疼，家用真的是太香了。7. 相框，大家出门旅游免不了会拍些照片，回到家就像买相框，挂在墙上当做留念。如果你网上搜相框，颜值还算不错的，少说也得20-30块，关键很多还是密度板内衬的，不环保不说，味道还很大。咱们可以直接换成磁吸相框 ，A4 纸大小的，一个才2-3块钱，边框什么颜色的都有，很百搭。用它代替传统相框，简直不要太香。放日历、放照片，随意替换，还可以放孩子的画作或者奖状，买大一点的，还可以放海报。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咱们就把照片夹在中间，上下两侧会直接吸住，结实的很，根本不会掉。家里有相框需求的，真的可以多囤一点。如果你也有换个名字就能买到的便宜好物，欢迎评论区分享，一起做省钱达人。有一说一，家里的老一辈与当代的年轻人相比，
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生活理念，都存在天差地别的变化，特别是在家居装修方面尤为突出。就比如本期分享的这7个家居产物就是如此。在老一辈看来，曾经个个都是家居标配，但现在已经逐渐被许多年轻人抛弃，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不便，相反的，住起来更加舒心，幸福感也随之提高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年轻人装修都抛弃了什么。1、客厅茶几。客厅大茶几在老一辈心中的地位很难撼动，这一点也能理解，因为父母那一代人热情好客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而且邻里关系也好，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，必须要招待一下，所以没有茶几怎么能行？但反观现在的年轻人，交际圈都比较窄，尤其是入住新房，街坊邻居几乎不认识，茶几对他们来说形同鸡肋。尤其是那种储物式的大茶几，不仅笨重碍事，还显得空间小，所以茶几被年轻人所抛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取而代之的是铺上大地毯，平时休闲娱乐的空间也直接翻倍，而且撤掉经常堆满杂物的茶几，无形中也减轻了家务负担，简直不要太香。2、阳台晾衣架。在老一辈的眼里，家里阳台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晾晒衣服和收纳杂物，所以阳台不装晾衣架根本不行，平时洗的衣服去哪里晾晒呢？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阳台用来晾晒衣服不仅丑，而且还浪费空间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在装修之初就选择把客厅阳台直接打通，目的是把阳台改造成休闲区域，闲暇之际用来喝茶、读书和运动。对于如何解决衣服晾晒问题，在年轻人这里也根本不是啥问题，完全可以装一台独立的烘干机，彻底解放阳台。3、传统门锁。以前装修智能锁还没有普及，记得家里的老一辈出门最担心的就是忘带钥匙，钥匙不小心遗落在家里，就意味着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等其他成员回家或者叫人上门撬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智能门锁几乎是标配，也不再有出门忘带钥匙的烦恼。智能指纹锁的多种开锁方式也确实方便，刷脸、指纹、密码统统可以解锁进家门。即便是长辈和亲戚临时来访，自己不在家里，也无需等待，直接告诉临时密码就能进门，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。4、消毒柜。厨房消毒柜曾经也是厨房标配的大家电之一，对于老一辈来说也非常的实用，平时能给餐具碗筷消毒，还能充当碗柜用。但在年轻人眼中，消毒柜就很鸡肋，因为功能太单一，标配的紫外线除菌方式消毒效果也不理想，所以自然会被年轻人所抛弃。现在的年轻人装修更喜欢一步到位装一台洗碗机，洗碗机不仅能洗餐具，同时还自带消毒杀菌功能，关键是还能存储碗筷，比消毒柜实用太多，没有理由不去更新换代。5、纯实木地板。过去装修，但凡家里有条件的，地面都会选择铺纯实木地板，因为在老一辈心中，原木地板才是真材实料，颜值高、环保、上档次，更是装修品质和品味的象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大多数都抛弃了纯实木地板。在我看来，价格贵不是主要原因，毕竟现如今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。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纯实木地板不太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，花纹老气，颜色和样式选择也少，而且纯实木地板的日常保养也麻烦，环境太干燥不行，地板容易缩缝开裂，太潮湿的话也不行，地板又容易起翘起拱，总之既娇贵又难伺候。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大尺寸瓷砖或是木纹砖，与传统的实木地板相比，耐造好打理，价格便宜，款式选择性还多。6、卧室床头电视。老一辈的卧室里一般在床头都会挂一台电视机，因为老一辈的娱乐活动比较单一，睡觉前躺在床上看电视也是他们最大的爱好。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，电视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娱乐工具，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刷短视频、玩游戏，即便有些年轻人喜欢追剧、看电影，也不再选择在卧室装电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投影仪。在年轻人看来，投影仪的屏幕更大，追剧看大片更爽，而且与传统电视相比，投影仪也更加小巧，不占用空间，移动也方便，放在卧室里，对于装修布局和摆放丝毫不受影响。7、拖把池。以前装修房子，家家都会在阳台或者卫生间选择安装一个拖把池，拖把池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对于老一辈来说，涮拖把、洗抹布都非常方便，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还愿意手动去干家务，
只要是能代替自己做家务的智能工具，都会给你安排上，什么吸尘器、扫地机器人、洗地机等，一样不少。新式的智能清洁电器也确实方便省心，比如下班回到家想清洁地面，只要躺在沙发上，动手指连接手机，就能操控扫拖机器人工作，边吸边拖，那清洁效果、干净程度一点不比手动拖地差。关键是它还能实现自动上下水，连更换废水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当然了，对于年轻人抛弃的家居产物，其实也并不代表毫无用处，只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家居装修观念已经和老一辈人截然不同，所以没有绝对的对和错，只要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精厨营卫看的就是细节，装修前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，建议多看实景案例，可以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。当然了，多看翻车案例更重要，毕竟别人踩过的坑，往往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血泪教训。这一期，小东就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卫生间装修的踩坑案例合集，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认真看完，或许对你帮助很大。一、不装壁挂马桶，别一看到悬空马桶颜值高就心动，想着不落地，卫生也好搞。我劝你别冲动，壁挂马桶抛开价格贵，款式少不说，关键是施工安装复杂，翻车案例比比皆是，后期漏水也不好维修。网友艾特满心欢喜，啥也不说了，直接看图吧。把壁挂马桶装成这样也是没谁了，原本就是图个卫生无死角，这下好了，全是死角。但也不能完全怪师傅，这个高度我坐上去很合适，但底下一片卫生死角，如果返工抬高5厘米，整个人就会吊坐在马桶上。总结，壁挂马桶就是个坑。网友艾特娇娇的奇妙冒险，千万不要为了颜值选壁挂马桶加隐藏式水箱，入住才2个月就漏水，把邻居家天花板泡了，换了连接件也没解决，只能切砖凿墙，修补，看后续情况了，搞得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小东建议普通家庭别整那些幺蛾子，装个普通落地马桶更实用。追求体验的花和壁挂马桶同样的价格，还不如直接装个智能马桶。2. 不装木门，木门不论多高档，价格多贵，它还是木门。卫生间水汽潮气重，迟早会变形，严重一点的甚至还会掉漆开裂。网友艾特月月家在2楼，木门是装修公司套餐内的，开荒保洁时泡了点水，门框就胀裂了。网友艾特自装人的精神状态真糟糕，后悔选了木门，没入住门框就裂了，就是没看住，油漆师傅往厕所倒水，直接把门框泡坏了。小东建议既要好看又要实用，咱就装个泰美合金玻璃门，美观大气，没有甲醛，关键是不怕潮气和水汽侵蚀，经得起岁月考验。3. 不装石膏板吊顶，搞不懂为啥还有人选择石膏板吊顶。要说论颜值不如蜂窝大板，要说论实用性不如铝扣板，关键时间一久还有发霉起皮的风险。网友艾特可爱小河豚求助21年装修整的石膏板吊顶，现在就是图上的情况，掉皮很严重了，正考虑要不要换成铝扣板。网友艾特小强纠结卫生间装修是用石膏板还是蜂窝大板的朋友，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答案了。花大价钱装的石膏板吊顶，才经过2个夏天就发霉脱落了。小东建议，如果是外贸协会的，就闭眼入蜂窝大板，磁吸轨道灯搭配筒灯照明，简约大气，氛围感满满。追求经济实惠，就装铝扣板，防潮不发黄，也方便检修拆卸。4. 不装哑光砖，不可否认，哑光瓷砖确实质感突出，尤其是素色哑光砖搭配环氧彩砂美缝，有种伪微水泥的效果，看上去是好看又很整体。但哑光砖没有釉面，所以不耐脏，难打理，是它的致命缺陷。网友艾特9月是吃猫，当初考虑哑光砖防滑，就一意孤行装了哑光砖，入住后超级后悔，水垢真的太明显，基本2至3天就要用清洁剂去打扫，不然黄黄的真的不好看，时间长了还擦不掉，懒人慎选啊。网友艾特想自由，我家也是哑光，烦死了，天天拖它都很脏，除非我用清洁剂配合扫帚扫才能除掉那些脏，扫出来都是黑黑的，正在考虑要不要砸了卫生间重装。小东建议卫生间更推荐柔光砖，比亮面瓷砖防滑性好，比哑光砖更易打理，但柔光砖千万别图便宜，选柔抛砖，认准肌肤釉面的才是真正的柔光砖。5. 不装台上盆和岩板一体盆，对于挑选卫生间浴室柜台盆，记住2个原则：第一，台下盆要比台上盆好打理；第二，一体盆要比拼接盆好清洁。网友艾特卓妈咪受够了台上盆的清洁死角，打胶处发霉，看着也恶心。
已经订购了一体台盆，期待中。网友艾特北漂菲菲装修记，装修最后悔的就是装了岩板洗手盆。所谓的一体，实际上就是拼接的，边角处都是卫生死角，污渍很难清洁干净，才用了半年就显得很旧的。小东建议过来人经验，卫生间洗漱盆最佳选择还是陶瓷一体盆，釉面光滑，不积水，好清洁。真正的一体式不存在掉落风险。6. 不装单板面瓷砖，一个字丑，2个字太丑。网友艾特果果的挖土机，我家卫生间瓷砖翻车了，铺贴完的效果怪怪的，越看越丑。开始还以为是纹理没选好，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个板，每一块瓷砖纹路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既呆板又难看。小东建议喜欢石纹瓷砖的朋友要选有多个板面的瓷砖，铺贴完的效果纹理基本能连得上，整体效果才更显自然且真实。7. 不装黑色花洒和龙头，别看黑色的卫浴产品高级感满满，但它属于谁用谁后悔的存在，尤其是水质偏硬的地区，收获的是永远擦不完的水渍，始终擦不掉的水垢。网友艾特时光不老，千万别选黑色花洒，不然会让你欲哭无泪。入住才用了2个月就变成这样了，洗不掉的水垢真的是恶心到家了。网友艾特来笑笑，当初被黑色的水龙头颜值种草，现在发现真的很坑，污垢水渍特别严重，有的擦都擦干净，用清洁剂使劲擦还会掉漆。小东建议，除非你家装了全屋软水，不然就千万避坑黑色卫浴。花洒、龙头推荐大家首选白色或枪灰色。8. 不装智能镜，所谓的网红智能镜真的很鸡肋，整天连着电源耗着电不说，镜灯的亮度也很微弱，做单独照明根本不够。网友艾特甜圈，家人们千万避坑多功能网红智能镜，别选镜灯暗也就算了，除雾功能也很鸡肋。洗完澡发现玻璃上全是雾气，就开了除雾功能，至少5分钟，结果就是巴掌般大小的效果，被气笑了。小东建议，智能镜真不如普通镜柜实用，别花那冤枉钱。有化妆需求就选普通镜子，搭配独立镜前灯，照明亮度够，成本还低。9. 淋浴房不装大理石拉槽，我承认做大理石淋浴房的优点，大气、防滑且排水通畅，但真的很难打理，特显脏，也是它的致命伤。网友艾特小爱家装修日记，下套房装修绝对不会再选大理石淋浴房了，拉槽不好清理，缝里面绝对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。其次，反碱严重，洗完澡不及时擦干，大理石表面会形成反碱斑，很难清洁干净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推荐做下沉式淋浴区，颜值更高，也便于打理，高度2厘米，还不会绊脚。10. 不装砌墙壁龛，卫生间做淋浴房壁龛，大多数是为了包下水管，空间不浪费，而不是通过凿墙挖洞得来的。网友艾特手可摘星辰，当初不听工头的劝，非要砌墙凿壁龛，本就不大的卫生间，面积还被压缩了，洗澡时想转个身都费劲。关键是我本身也不是啥勤快人，做不到每次洗好澡都要收拾一遍壁龛。好家伙，囤积的水直接臭了。奉劝大家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千万别凿壁龛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不需要包下水管的，千万别特意砌墙做壁龛，浪费钱不说，还不实用。不如装个普通置物收纳架，安装灵活，不占空间，成本更低，也好打理，实用才是王道。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家用电器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，解决生活痛点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追求生活品质，在房子装修好置办家电时，咬牙跺脚，也要选择高端家电。但殊不知，有些电器只有真正体验过，才知道使用成本比想象的还高，结果就是进退两难，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比如下面这4种电器就是典型的买得起却用不起，如果家庭不是很富裕的，劝你就不要跟风了。1. 净水器，家用净水器是个好东西，但市场口碑却逐年下降。不是说产品有问题，而是坑人的专用滤芯。为什么很多购买净水器的家庭1年或2年就不再使用了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在更换滤芯时才发现使用成本很高，便宜的滤芯也要大几百，有些则要上千元，结果导致很多人买得起净水器，却无法承担高昂的换新费用。网友艾特悠悠岁月，净水器滤芯真心用不济，机器刚买的时候花了4K 多，当初说复合滤芯1年一换，而欧膜700家，今年是第3年，换了2个滤芯，花了1500大洋。滤芯贵就算了，好歹品质跟上啊！第1年用的多，不到11个月就提醒更换滤芯，后面就越用时间越短，出水也慢了，不管用的多不多，到点机器就叫。现在打算买纯净水了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排水问题也会增加使用成本。
就是说，净水器产出2杯纯水，就要排掉1杯废水，太浪费了。综上所述，建议有打算购买净水器的朋友，首选通用滤芯，易于购买且价格透明。每年大概只需200-300元更换滤芯，会大大降低使用成本。专用滤芯的净水器慎选，不然只能任人宰割。2. 洗碗机。洗碗机在前些年基本是年轻人装修的必备家电，几乎家家都有。确实，相比于手动洗碗更干净卫生，还能解放双手。但为啥这几年洗碗机在国内卖不动了？对于没有用过洗碗机的朋友，可能不是太了解。不是说洗碗机买不起，而是洗碗机耗材太贵，使用成本太高了。就是说，洗碗会用到清洗剂，比如什么洗碗筷、洗碗粉、软水盐、洗碗凝珠以及漂洗剂，这些都是洗碗机必不可少的专用耗材，导致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生活成本。网友艾特有一只小猫叫屁屁，感觉快用不起洗碗机了。买洗碗机之前不清楚使用成本，也没考虑过耗材的价格，现在用下来洗个碗的成本好高，用水用电量明显增加不说，洗碗耗材价格还不便宜。平时一家3口实在有点舍不得用洗碗筷了。网友艾特小卖家自装笔记，不否认洗碗机真的好用，但是洗碗耗材真的好贵啊。本来想趁着双11活动囤洗碗耗材的，可是就算活动买下来也不便宜，实在是囤不起啊。所以说，对于普通家庭，使用洗碗机每年要额外负担大几百元，甚至上千元的生活成本，确实是买得起用不起的电器。3. 壁挂炉。家用壁挂炉估计大多会出现在南方地区，因为北方这边大部分都是集中供暖，而南方地区没有集中供暖，冬天也确实很冷，所以很多家庭会选择壁挂炉自采暖。但是对于不了解的朋友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壁挂炉是需要自己买燃气供暖的，虽然可以自己控制启动时间和开关，但真的不省钱，因为运行壁挂炉需要开很高的温度，屋里才会暖和。所以很多安装壁挂炉的家庭吐槽说，它烧气烧的人真是心疼。网友艾特少吃点芝士，自打安装上壁挂炉，一天基本在50块，费用15方燃气左右。开始的时候还记录了几天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支付宝燃气余额，现在不想记了，反正一天至少50块钱的燃气费，太贵了。网友艾特传闻中的大姐大，壁挂炉烧天然气取暖，真的是和烧钱一样啊。这么说吧，平均一天烧20方气，什么概念？3块钱一方的话，一天就是60多块，真心用不起啊。4个月取暖下来，少说也要6-7千块，真心是一种负担。辛辛苦苦一年都给他做贡献了，所以对于普通收入家庭，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炉取暖。一个冬季下来，最少也要4-5千起步，实在是买得起，用不起。4. 中央空调。家用中央空调与柜挂机空调相比，有着天生的优势，就比如它的美观性和舒适度无可争议。但如果不是别墅或是高档住宅，劝你还是谨慎购买，因为如果是一般家庭，后期的使用成本太高，可能会导致买得起却用不起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中央空调的使用消耗主要来自2个方面，一方面呢就是它的维修维护成本。要知道，中央空调安装是隐藏在吊顶里，结构也比较复杂，所以也就导致后期不论是维修还是定期维护，难度都很大，费用普遍偏高。网友艾特爱尔兰蓝，中央空调维修伤不起啊！今年夏天第一次开起来用，结果没用几天就出故障了，运行不了了，请来售后维修，看了一下，说是主板坏了，更换主板的话费用4000。网友艾特每只猫都是明星，再换房子绝对不装中央空调了。38、9度的天气，竟然压缩机坏了，找厂家维修，告诉我说配件要寄，最少还要坚持3天，维修费加配件费加一起6-7千块，真的有种骂娘的心。另一个方面呢，被网友疯狂吐槽的点就是它的巨大耗电量，电费实在是太贵了。网友艾特大园子新家138平装的中央空调，想着暑假让孩子在家能爽一下，就没太控制用电，装的是1拖4，白天是客厅开着，晚上是卧室开，觉得这能用多少电啊？结果还是给我上了一课，1个月900多的电费，太离谱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是普通家庭，就不要盲目跟风安装中央空调，选择立式柜机和壁挂空调，不仅成本低，耗电少，也同样能满足夏天制冷和冬天制热的使用需求。以上这4种电器确实提升了我们生活品质，但是它们的使用成本也同样很高，所以奉劝大家切记不要跟风，要贴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看到底用还是不用。居家过日子，购买家电的本质无非是借助它来提升方便性和生活品质。但有些家电已经被市场淘汰，或是正在处于被淘汰的边缘，劝大家就不要再购买了，不然买回来不但不能解决生活痛点，还吃灰占地方，
白白花了冤枉钱。本期小东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大众网友们的反馈，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电器。如果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，建议你耐心看完，别再往家搬了。1. 水槽式洗碗机。所谓的水槽式洗碗机，就是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，凭借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，拿取碗筷不弯腰，更节省橱柜空间等优势卖点，在前些年销售火爆。但纵观现在的洗碗机市场，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，甚至到了被淘汰的边缘。究其原因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与普及率更高的嵌入式洗碗机相比，自身的弊端太过明显。说实话，大家愿意购买洗碗机的初衷就是想解放双手。反观水槽式洗碗机，一般容量只有6至8套，清洗一次碗碟的数量很有限，稍微大一点的锅具还需要手洗，实用性太低。还有网友吐槽，所谓的节省空间也是无稽之谈。虽说不占用橱柜位置，但却占用了水槽位置，结果导致水槽也小，洗碗机容量也小，相当鸡肋。另外，动辄5、6千的价格也毫无性价比可言。反观嵌入式洗碗机，容量更大，基本都是10套起步，功能也更加丰富，消毒杀菌，长效存储，不洗碗的时候还能当消毒柜用。这些优势对于水槽式洗碗机来说，简直是降维打击，所以被市场淘汰也不足为奇了。2. 极热式热水器。什么是极热式热水器？其实就传统储水式电热水器升级换代产品，号称可以像燃气热水器一样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水，而且这种热水器外观小巧，体积不大，相比老式的电热水器更节省卫生间空间。对于没开通燃气的家庭来说，看似很实用，所以很多人不顾一切的跟风购买，但买回家真正用过一阵子后，就纷纷后悔。比如说超级耗电8500瓦的功率，每个月基本都是100度电起步。还有用水体验也很一般，冬天水不能开太大，不然就不热。此外，因为自身功率太大，安全性也没办法保障，还有漏电、跳闸、短路的风险。还有网友发现，市面上的极热式热水器几乎都是没听过的杂牌厂家，质保也只有1年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产品故障率高、性能不成熟的弊端。所以这些实打实的缺陷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因为越来越多的负评，买的人自然就少了，逐渐被淘汰，也在意料之中。3. 定频空调。还有很多人不知道，现在国产品牌已经不再生产定频式空调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能通过线上或线下实体店买到定频空调，无一例外都是被淘汰的库存产品。说到定频空调，与如今的节能变频空调相比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。比方说，价格普遍更实惠。同样是一匹空调，相同品牌，定频空调普遍在1500元以内，而变频空调基本都要超过2000元，甚至3000元。其次，定频空调的结构相对简单，因此维护成本也低，家用10-20年也没啥大毛病，就算坏了，维修起来也不复杂。但是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说，就不尽人意了。比如说，被消费者诟病最大的缺点就是温控效率太低，室内温度忽冷忽热，体感太差。这是因为定频空调开启后，只要达到设置的温度就会停止工作，等待室温降低或升高后再开启压缩机继续工作，反反复复，非常折磨人。其次就是耗电量大，与变频式空调相比，同样的功率，1个月下来多交出的电费高出1倍不止。综上原因才导致它被市场淘汰，所以也奉劝大家千万别图一时便宜再去购买定频空调了。4. 饮水机。曾经风靡于各个中产家庭的传统饮水机，如今也逐渐淡出市场，被淘汰了。很多70、80年代的人对这种老式饮水机还有执念，觉得成本低、省心，桶装水喝着干净健康。如果你也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为啥现在市场上很少见到这种饮水机了？离不开几个比较明显的缺点，比如上至水桶的设计导致换水很麻烦，对单身女士或力气不够的老人来说很不友好。其次就是水温不能调节，要么喝冷水，要么喝热水，没有恒温水。此外，干净健康程度也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好，这玩意内部根本做不到彻底清洁，导致非常容易积水垢，滋生细菌，长期使用对身体危害很大。反观现在的极热式茶吧机，就是这种老式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，不仅换水方便，而且可调节温度，也逐渐取代了饮水机的地位。当然了，经济条件允许，还可以选择净水机搭配管线直饮机，性能与便捷程度都吊打当下所有饮水电器。总之，不要选被淘汰的传统饮水机就对了。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上墙？我家也跟风装了，入住3年后苦不堪言，现在真的很想拆掉重装。
不得不说，在前些年，瓷砖上墙是相当流行的装修方式。其凭借干净整洁、耐用、易清洁，并且看起来高端、上档次等优点，深受装修业主们的喜爱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大部分家庭装修几乎很少人会选择这种装修方式了，甚至之前选择瓷砖上墙的人，入住几年以后也基本都后悔了。近2年，我身边很多朋友家装修，普遍只选择在卫生间和厨房墙面贴瓷砖，主要考虑卫生好打理。除了这2个地方外，其他区域，比如说客厅、餐厅，甚至包括阳台，都不会选择瓷砖上墙了。为什么曾红极一时的瓷砖上墙会跌下神坛，不受待见了？在我看来，瓷砖上墙有4大缺陷，不可避免。看看我说的对不？1. 成本太高，近几年钱不好挣了，这一点相信很多人会感同身受。生意难做，工作难找，自然在房子装修上就选择节约预算，能省则省。众所周知，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便宜，并且贴砖用到的沙子、水泥也不少。有些人为了追求美观，还会选择大尺寸瓷砖，施工还会用到瓷砖胶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这个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。像我家之前的房子，100平左右的面积，全屋瓷砖人工费就花了2万块，这还不算后期做瓷砖美缝的费用。可想而知，瓷砖上墙会增加高额的成本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此外，瓷砖铺贴上墙对技术要求还很高，费时费力不说，如果贴砖师傅不用心，施工时偷工减料，成功后会出现墙砖空鼓、缝隙过大、裂缝等情况，反而起到不好的效果。所以说，不选择瓷砖上墙，不仅能规避上面的这些问题，同时还能够节约成本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2. 安全性差。瓷砖上墙，很多人会担心瓷砖空鼓脱落，但这个问题真的不可避免。现在的瓷砖基本都是低吸水率的全瓷砖，瓷砖背部的孔隙都很小，所以对粘贴材料要求特别高，就算手艺好的贴砖师傅也会有空鼓脱落的风险，存在安全隐患。网友艾特阿宁呀，太吓人了！正在洗澡的时候，听到一声巨响，马桶上方的瓷砖掉下来一大片。万幸的是，我在淋浴区，如果当时在上厕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后来找专业人士上门查看，敲了敲墙面，全是空鼓。网友艾特疯狂被婚记，刚装修好的新房还没住多长时间呢，这个瓷砖背景墙就砸下来了。万幸的是，人不在家里。而且瓷砖上墙如果空鼓脱落了，后期不管是修复还是拆掉重装，都会增大难度。严重的话，还会因为拆除的时候影响墙体受到损伤。所以为了杜绝麻烦和安全隐患，很多人装修也不再选择瓷砖上墙。3. 会凝结水珠。瓷砖上墙除了有安全隐患外，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表面容易凝结水珠，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朋友会深有感触。如果遇到潮气闷热的天气，或是回南天，家里的墙面的瓷砖上全是这个水汽，源源不断的，刮不净擦不完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小丽，最近天气温度突然高了，兴许是冷热交替的缘故，下班回家看到瓷砖墙面都是水，小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来，真的是水帘洞不过如此。如果说瓷砖表面凝聚大量水汽，不但会影响墙面美观性，还会造成墙体受潮发霉，严重的话还会影响房子的建筑寿命。比如说墙体或楼顶出现裂缝，搞不好下雨天这个墙壁和楼顶甚至都会渗水。4. 缺少温馨感。瓷砖上墙虽说看上去高端上档次，同时还便于清洁和维护，但这种装修方式也是有利有弊。比如说瓷砖的手感冰冷，如果是冷天的时候碰到这个瓷砖就一股寒气，特别的不舒服。此外，如果家里地面墙面全部贴瓷砖的话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就是说整体效果会缺少家的温馨感，回到家后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感觉，不温馨不舒适，居家的幸福感也会下降。网友艾特莱茵和盼的爱完犊子了，瓷砖上墙踩坑，花了几十万的装修被亲戚朋友吐槽是妥妥的澡堂风，重装成本太高，只能选择妥协将就了。网友艾特张小姐，千万别选瓷砖上墙，真的丑爆了，钱没少花，一点家的温馨感没有。被很多人吐槽说像什么公厕、澡堂、冰窖，甚至还有说是酒店大堂的，现在要哭晕在厕所了。而且瓷砖不比乳胶漆和壁纸、墙布，选择的花纹和颜色都比较少，全做瓷砖上墙不仅很难搭配家具和软装，还不能营造出舒适的氛围感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瓷砖上墙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装修方案，完全是个鸡肋。
大家在权衡利弊以后，谁也不想给自己装修留麻烦，能省钱省事，何必自找苦吃？所以这个瓷砖上墙热度下降，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，也是必然的结果。再次奉劝大家，在装修时，如果打算做瓷砖上墙，一定要深思，看以上这些缺点是否能接受，避免钱花了，入住后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